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都是谁。大家好，我是于波红。从爱情走进婚姻，爱情依然是婚姻的润滑剂。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认真倾听，真诚服务。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哎呦，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想要被爱，放低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朋友，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8岁，来自吉林，司机；于女士48岁，来自吉林，家庭主妇。他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呢？他平时大手大脚，爱花钱，他就是一个吸血鬼。他根本就不食人间烟火，一点都不懂得关心人，一点都不懂得主动。他喜欢玩手机网购，我现在后悔怎么娶了一个母老虎。他整天，你说他挣的钱不多，然后呢，他整天说我大手大脚的，说我攒不下钱，不会过日子。欢迎你们哈！今天为什么来呀？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我就觉得16年的婚姻，哎呦呦呦！平静一下，就是让我太失望了。哦，失望哈！您做全职妈妈多少年？有10年吧。这么多年，我在这个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我就觉得我没落过好，就觉得他跟之前不一样了。对这个家也不关注了，对我也不关心了。我就感觉这么多年，因为他结婚之前吧，还送过我礼物，然后呢也比较关心。但结婚之后吧，这么多年几乎没给我过生日，然后就是更别提什么各种的节日吧都没有。我就感觉我嫁给他这10多年当中都是劳动节。是这样吗，先生？以前是这样，但是后期我是跑大车，常年在外，我不在家，我也没有这时间跟他过生日。那是没有时间吗？那是没有心。是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也没有那么多浪漫了。但是我觉得他不管是送给我啥，哪怕是1块钱，哪怕是一个巧克力，是他对我的爱，是他对我的在乎。那他有一句问候吗？有句问候有啊，就是你不是在乎那1块钱的人嘛，对不对？他有个问候在外边，我就是在乎1块钱的人啊。怎么了？我就问候一下老婆生日快乐。不行，就得有礼物是吧？对。你看，家里谁管钱呀？我管钱。16年都是这样吗？一开始不是，那个时候是他管着钱，他挣钱呢就在他手里了。后来呢，就是我婆婆嘛，然后说的，你看一个大男人怕他胡乱花，让他把钱交给媳妇儿管啊，然后这样呢，他把钱交给我。婆婆不错，所以您管钱管了多少年？我管了10年。家里是几个孩子呀？2个孩子。我女儿今年15上初2啊，我儿子今年9岁上小学3年级。那是等于怀了儿子之后就没工作是吧？对，是。怀女儿的时候工作吗？工作，我那个时候在药店上班嘛，我一直工作到7个多月，然后我才不上班。然后女儿到多大的时候又去工作了？在我女儿1生日多的时候吧，断奶之后，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小买卖，在那个学校附近做一个小吃。然后边带着我女儿，那个时候她也开车，那个时候我就想着2个人过日子不容易嘛，所以说也不能全靠男人。我也是家庭的一员，我也有义务分担这个家庭的重担。那我以前不也给你钱了吗？那是给我多少啊？是我就是要1分花1分吗？那不都是？那以前也没有挣那么多，不也一直都给你钱吗？所以实际上面，如果我们观察16年婚姻的话，大概您做全职主妇得有个11、12年、12、13年，是吧？就从有我儿子开始。所以这个儿子的到来，好像是这个婚姻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的感觉，是还是不是？你看啊，
再说我有了女儿，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做了一个小买卖。这个时候，妻子是非常委屈的，是要哭的。丈夫马上有一个辩解，说：“那我挣钱，我不也给你了吗？”所以说，是不是从结婚到闺女儿出生之后的这段时期，家里面还是以丈夫为主的，丈夫说了算的，钱是他拿的，钱是他管的，是这个男人在家里面是主事儿的，直到儿子的出生，有了儿子之后，婆婆站出来了，重新分配了家里的权利。我们这理解对吗？啊，对对。对他管钱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以前嘛，对他还挺信任的，现在他是比较乱花钱，成天大手大脚的，见什么东西都扔。我家的沙发我没有在家，他就给扔了。朋友给我的那个沙发垫子也都给扔了。不是，首先我澄清一下啊，他说的那个扔的沙发，那个沙发呢，因为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蹦塌了，然后那个是一个躺椅，他那个占地方、占空间，没有孩子的玩的空间，所以说是他没在家的时候，我把那沙发垫子还挺沉的呢，我给他就是是扔了。那你家里来人怎么坐哪儿啊？那来人那坐哪儿？那不还有沙发？我也没全扔了。那家里边还有凳子呢吗？其实我觉得扔个沙发、扔个凳子其实并不重要。是不是先生觉得妻子钱没管好啊？对，大概一个月您的收入是多少？以前4、5千，没有工资没有增高，现在就是8、9千块钱。这些钱全部交给妻子是吧？以前交，现在没有。现在我发现他就是这个钱不对劲儿。所谓的不对劲是指什么？全部花光了是吗？对，因为我常年这个腰疼和颈椎病，我朝他要钱，完了他没有，完了我最近我想换一台那个小车，家庭用车，我那车已经10多年了，就想换一台车，朝他要也没有，我觉得这个钱就是不翼而飞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是不是？那你说孩子老人的花钱的地方多，然后他呢认为说的。交给我这个钱了，这个钱呢，我花到哪儿了？那我不能我花1分我都记上1分，是吧？我也没说今天下饭店，明天聚会。你就告诉我们钱支向哪儿了？钱去向就是给孩子花了，都花到孩子身上了。家里没存款吗？没有存款。他刚才说不翼而飞，这是要有依据的。你自己评估一下自己败家吗？我觉得我不败家。不是，先生，你认为家里应该有多少钱？然后突然呢，1分钱没有了，你认为有多少钱？我认为得有几万块钱吧，因为这个十年之间，我月给他5000嘛。那你觉得这5000支给他之后，能攒下多少呢？起码一个月去了孩子补课，起码也得能攒下1000块钱吧。这2个孩子补课费就挺高的，是吧？是，因为我女儿这不是大一些嘛，然后她上高年级之后。那你说咱们家条件虽然是普通，但是呢不能跟别人比，但是我的孩子我也不能太差呀。不是，您说到这儿这么委屈是什么意思？怎么了，道理？我就是我老觉得您在欲言又止，然后一说就要哭，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如果说提到孩子呢，我就觉得对我女儿更不公平。什么意思？因为我女儿这不是大了吗？需要她哪科不好，我针对的给她补一补，然后呢再让孩子学个特长什么的，以后呢这不是选择面广一些吗？他认为说女孩子10几个字就行了，用不着学那么多东西，也用不着补课。给女儿花钱吧，他就认为没必要。我没说给女儿花钱没必要，但是我认为就是姑娘现在学习挺好的，补这些课吧根本就没有用。你像我们家邻居那个小孩初中都没毕业，人家自个儿就学的美容，现在又是开了几年店，自己又有车又有房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就高中毕业就已经差不多就所以老公，你收回这个钱，不是说他瞎花了，而是你不同意他花的这个钱流走的去向，是还是不是？是，对，这账一对就能对上嘛。找了一个理由，不会理财，然后收回了这个钱，其实你就不同意他支配钱的权利嘛。对，现在我们听明白了，第一个是有重男轻女的这个思想在这个里面，所以婚姻是分了2段，有儿子和没儿子，对吧？第二个就是随着女儿的这个长大，父亲觉得女儿不用投资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个
家庭的开支方向上面出现了分歧。对，您还有什么委屈？去年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不是生病了嘛，就是中风，有点偏瘫，然后半个身子也不好使，然后这不是需要我照顾，有时候一开始吃饭吃不了，我得喂着，然后呢还得带她去做各种理疗啊，去各种的治疗什么的了，我带她去。还说治疗，我听大哥说那个理疗根本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家我要是针灸得按疗程那个算，你根本就没伺候好。他哥因为不管也不出力也不出钱，然后我在这边照顾的同时呢，他们在背后嚼舌根，说我没照顾好老人才生的病，说这个让我真的我就觉得特别委屈。我问一下先生啊，您这个哥哥结婚了吗？结婚了。您有嫂子吗？有。为什么他们不照顾你娘啊？因为这个我们家农村吧分了点地，这个地吧就归我了啊，所以说完了老人就一直我抚养。哦，明白了，这是一个约定俗成是吧？对，谁拿财产对商量好谁养老。这个中国农村还真是这样，我把老人的东西都给了你，那你就养老人呗。所以他们挑理，你也就觉得是你妻子做的不好，是吧？对。但是他说地钱归我们了，2晌地租出去，每年就是1万多块钱，2万来块钱这样。这个地虽然归我了，老人我也照顾了，我也伺候了，但这个地钱我一分我也没看着，我不知道这个地钱去哪儿了。这个丈夫要说清楚啊，钱去哪儿了？其实我母亲吧，给我们结婚时候就是欠了不少债，头几年吧，把这个就是收租的钱都还的饥荒，就到临近这几年吧。有点钱，但是不太多。钱去哪儿了？钱就是还饥荒了，还16年，不是还饥荒？你不还现在剩点了吗？现在剩点，就是剩点吧。头几天我大哥就是装房子，上我这儿借2万块钱，完了我就答应了，就给他拿2万。您老婆答应了吗？我跟他说没有用啊，因为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跟他没有关系啊。这什么没关系？他是你妻子啊，不对啊，这是你们家里的钱，不是照顾老母亲，不是你哥俩的事儿。这地的钱是你俩的事儿，什么逻辑？这个就是一家人绑着欺负人家一个外来的媳妇儿嘛。对呀，你看是有这感觉吗？对，我就认为啥，在家里边什么不好的事儿都是我，好事儿轮不到我。那家里边这个地钱是不是我们两个过日子呢？我是不是有这个知情权吧？我应该知道这个地钱去哪儿了。然后我一问他呢，我问他好多次，他说你就别管了啊，这个地钱呢，反正是不能给你，因为老人岁数大了，要留点过河钱儿。今天在这儿说出来了，他要不说我不知道是借给他哥了，那是借给你哥了，还是给他了呢？再说人家也没说不给，再说人有钱的时候再给你还不行？不，你这是第一次知道。对，我第一次知道啊！我今天不上这儿来，这些事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你哥是有钱就还给你，那没钱就没了吧？我就觉得这跟你过日子，合着这不是跟我分心眼儿吗？对，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哥结婚的时候，你妈给出钱了吗？给拿了。那这事儿不对啊！你哥结婚的时候，你妈给拿钱了，那你哥不就应该照顾你妈吗？就是以前他是老大嘛。对啊，他是老大呀，你是老二啊。你要讲风俗的话，是不是应该他也养啊？对啊。那凭什么就你养啊？那时候我父亲还活着，所以我觉得有点欺负人。有点欺负人，咱们接着再往下听吧，难怪委屈呢。就是过完年的时候吧，我儿子这不生病了吗？看那时候我手里边真没钱，刚给他们孩子交完各种兴趣班的钱。我婆婆在家，我说妈呀，你给我拿500块钱，我带孩子去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啥，检查一下就放心了嘛，是不是？但是我婆婆就说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又不挣钱，我上哪儿给你们拿钱的呀？我说妈，你有钱你就当借我了还不行吗？过2天我还给你。然后我婆婆就说，我不管，你们能养呢，你们就能管，你们不能管的话，反正我是没钱，那我得找他呀，毕竟他是一家之主啊，是不是啊？那我没有找他，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我说那个老公，你看儿子发烧了，想带他去看看，但我手里没钱，你给我转500块钱呢。然后他直接就说你成天你钱的，你除了钱你就没有别的了，是不是啊？我没有钱，我也没个时间，然后你自己爱咋地咋地，就把电话给挂了。挂了之后，那你说儿子是我生的。我不能看着我儿子生病不管，他当爹的不管，
那我得管呢，我没办法了，我朝我朋友借了500块钱，我去给我儿子看的病。所以说，就这个事儿真的让我心里边我特别不舒服，我就觉得我特别委屈。我在这个家我付出这么多了，我一点地位都没有。好，先生，你就是这儿子生病问你要500块钱，你还在那儿计较，为什么不给他呢？因为我觉得家里不是这个不符合逻辑，那是你儿子吗？不是闺女这个不给花钱补习班，那重男轻女，咱可以对，解释。但这儿子不是你儿子吗？他看病啊，你在那儿计较什么呢？这会儿还跟媳妇儿说，我的钱给你，那不是现在就救命钱吗？对啊，儿子是亲生的吧？这不信任呗，就笃定你那儿有钱。这就特别像那个离异夫妻说怎么着，然后拿孩子置气，那不是我儿子，笃定你那肯定有钱。咱们这样，对，说来说去说的全是钱哦。咱们谈一谈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现在的感情好吗？还有感情吗？我们两个说感情没有感情了，顶多算是一份亲情吧。有的时候我也有生病的时候，我也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生病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之后，虽然他不在家，但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他不安慰你，那他安慰别人吗？比如说他母亲生病了，他会很担心，他就对我就不够关心。我觉得他是跑长途的是吧？对，跑长途的。你知道那个长途的大车司机其实挺辛苦的吗？是。他是一个人跑2个人跑？2个人跑啊，以前是1个人跑，现在呢他说他累了，身体受不了了，然后呢他又雇了一个司机啊。但是在我来说他不正常啊。为啥呀？为啥？难道是女的？对，就是一个女，他雇了一个女司机。女司机2个人，星夜兼程，日夜开车。你雇个那男司机有都是，你为啥要雇个女司机呀？我这不是这段这个腰疼吗？我家那个村里的有一个我哥们儿挺好的，都一起跑车的。跑车呢，他就出事了，呢，这个他媳妇儿就领俩孩子，挺不容易的。完了有一回他给我打电话说呢，大哥不行，我上你车吧。你们听到了吧？别人的妻子他能能理解人家不容易，那我这么多年我咋没在你嘴里没听到一句我在家里不容易呢？你还说我？那我平常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打视频你不接，那你干啥呢？一天呢？我干啥呢？我忙着呢呗。那没接电话又能代表啥呢？那你过后就要跟我说一声啊。那谁知道你外边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哟，不是刚才在问先生你雇女司机的事儿，你怎么反而说他外头有人了？所以这位大哥哈，就是您妻子外头有没有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您驾驶舱里一定还有个女人，所以您讲讲呗，您和那位女司机之间是不谈钱只谈感情吗？刚刚你说你老婆一打电话过去只谈钱不谈感情啊？有对比吗？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最好的哥们儿的老婆凭什么有资格能够做大车司机？他是技术相当过硬吗？你就能这么轻易的把自个儿的命都愿意交给这个人吗？他以前跑过车，他有证啊，我用他能便宜些，他爱干净，非常正。不是说乱七八糟的人。您担不担心这个非常正的女司机有一天移情到您这儿呢？自己家里头比如缺个主心骨啊，然后您这一个好心人跟她日久生情呢？担不担心呢？那我都没考虑这个。你如果这个没考虑，我是上过大车区体验采访过的。大车的车厢你是明白的，一个开一个休息，一个开一个休息，男女之间。我看到过的，除了夫妻，还真没有男女搭伙的。为什么呢？真不方便。一个在前面开，后排呢就是睡觉的。如果天一热，衣服都是个问题啊。那现在我就问你，就是不用那个女司机行不行？我看见她我不舒服。你在家在外边开车，我在家真的，我可能我会胡思乱想。可以不用，但是你要雇男的的话，那费用肯定也高啊。高个几块钱应该的，他买个安全感，你也买个心安理得。你现在要求他辞退这个女司机，他对你有什么措施吗？他在我们家安了一个摄像头。他说的让我不管干啥都得在他这个眼皮底下24小时看着。所以这个钱说不清楚，对吧？对，这个伺候娘的事儿。一碗水也端不平了，然后彼此之间还不信任，又重男轻女，在育儿上面也是有冲突的。那你们俩这日子过啥呀？所以今天你想来干嘛呀？
我就觉得我不过吧，我还怕我那一双儿女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过呢，我又不知道我怎么去过，我怎么去经营这个婚姻了，所以说我很迷茫。迷茫的意思是来问策的是吧？应该怎么办是吧？对。婆婆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婆婆身体不好，然后这不是在1周之前吧，又检查出来肺子上呢有个结节，但是医生建议呢说的得及时需要做手术，先交2万块钱押金。我找他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说那交就交呗。我说交就交呗，那我这没钱呢，我不得找你吗？然后他说的你总没钱，我给你那些钱呢，你咋就没钱？你啥意思？你没钱，你是没钱呢，你还是说不愿意给我妈看病啊？因为我月月给他打钱，我就怀疑他就是钱就是管他那个花，他就没有了，就是没有影了。对啊，就咱们按您的逻辑来，就是他这个钱乱花掉了，他没有这个钱了。那现在你作为这个母亲的儿子，作为儿子的爹，他们俩生病为啥不给钱？因为我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你看我大车吧，除了给他的开销，我在那个得留点自己这个留点过路费什么的。咱这位兄弟哈，以前你给老婆钱，从来没想过我老婆要的是多还是少。为什么现在你觉得我每个月给老婆5000，她应该花不完？是谁给你扇了这个风，点了这个火，告诉你一个女人带2个小孩花不了多少钱？是谁告诉你的？因为是你的大车女搭档告诉你的，因此你觉得你老婆不应该花走那么多钱，对吗？不然你不会这2年才开始查她的账。对，是以前他没对我说查过账啊，你都干啥花了。这2年吧，我就觉得他每次都问你干啥花。我说那2口过日子干啥花，我还得给你记个流水账吗？哎呀，这日子过成这样没啥意思了啊！所以说，因为这件事儿吧，就是我婆婆生病这样，我说，因为我婆婆她不有地钱吗？每个月她还要给婆婆3000块钱攒着嘛。那你说现在我说的这个时候，我说我婆婆，我说要不然妈你把那钱取出来交2万块钱先交上，回头我们有钱再给你也行。然后呢，但是呢，他就是不行，因为今天为什么能导致我们今天能站在这里呢？就因为他说我不想给婆婆看病，我们2个就是大吵了一架，而且呢，他竟然因为这件事要对我动手，把家里边的东西也砸了，就说这个日子就有你这个败家子儿啊，这个日子过不了了，没法过了，要不然就离。那我说离就离呗，他说离。那你就得净身出户，这个家啥都不是你的，孩子也不给你，也不让我看。但是那我说我在这个家我也付出了，如果说我没有我在个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你能安心在外边工作吗？那你挣的钱是不是也有我的一部分呢？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另外我还还贷款，凭啥给你呀？哎，我问几个问题好吧？我现在才全听明白。对。男的现在就不想跟他过了，对，就想让你净身出户嘛，对，是不是这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跟他离婚啊？你直接说嘛，是还是不是嘛？不是啊？你确定哈？你确定不是哈？好，现在到算账时间了。对，这2晌地到底值多少钱啊？我听来听去，这2晌地值个100万的，真的，我算一下账好不好？因为有这2晌地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先生每个月要给我婆婆3000块钱，没错吧？说的对。这1年下来就是3万6。按您的说法，2晌地的收入1年是1万5，1到2万，他刚才对吧？对，咱就综合到1万8，好，对吧？那也就是说，每年光这2晌地，先生就扣了18000块钱的私房钱给他妈，是还是不是？请回答。不是，以前没有这么。所以特别有意思在于什么地方？就是这个男人这些年来，女人花的是明面的账，对，对吧？我每个月给你固定多少钱，而男人到底挣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你的钱去哪儿了，没有人知道，是还是不是？你那是一本良心账，他那是一本不少你认为的糊涂账。那我现在要问了。儿子是亲儿子吗？妈是亲妈吗？妈看病的钱去哪儿了？好，妈看病是大钱，我拿不出来。儿子看病的500块钱你拿不出来吗？现在想问的就是您挣的那些钱去哪儿了？对，这个你要说明白呀。说得明白吗？
这是婚内共同财产，说得明白吗？而且不是找事儿啊，你有钱借给你哥，没钱给老太太看病，给孩子看病，这个事儿特别奇怪。对我其实挺费解的。所以你媳妇儿跟他问了一句话，问得特好嘛，就是那是你搭档的妻子，对外人你都有恻隐之心，你善良，怎么对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娘和有血缘关系的儿子那么的冷漠呢？你只有一句话，我给你的钱你花哪儿了？对，所以我这个逻辑我搞不清楚。不是，人是可以善良的，帮助别人也是可以，有能力的情况下。但是现在是对等情况下，她也是一个女的带俩孩子，你媳妇儿也是一个女的带俩孩子，你天天跑大车，你不在家的情况下，等于人家也是一个人在家，而且她比她还多照顾一婆婆。换位思考，那你媳妇儿应该比那边更难过呀。所以这日子您还想过吗？刚才你妻子说了啊，离婚之后房子不给，对吧？房子是你的，孩子怎么？孩子不给谁带？这些都不重要，你妈怎么办？现在你生活里头最大的包袱是你妈，你眼前不想离这个婚，也是因为你的老婆还能替你照顾你妈。对呀，一旦你的妈妈百年了，你这个老婆在你的生活里头才叫做一无用处。所以现在就问你，离这个婚你妈怎么办？谁照顾你妈妈？是可以送到你哥那儿去吗？还是你不跑车了回来照顾她？那就得去别的地方，去养老的地方呗。想好了，送养老院。妈妈去养老院1个月多少钱？1月得3000吧。哦，好，这个价格已经了解了，这个要3000。2个孩子也归你了，对吧？2个孩子的学费什么的，你就是9年义务教育也需要午餐费啊、书本费啊、校服费啊，对吧？1个月要多少钱？对，我没算过，这都是孩子还要吃饭，我就问你嘛，妈妈去养老院了，孩子归你了，离了婚了，你每个月的开支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你算一下账嘛。变大了。所以眼下你不愿意跟自己的老婆离婚，是不是就是从这个经济适用上考虑的嘛？对。对，你对老婆没有一点怜爱之意了吗？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花钱太那个。你自己刚刚都算完了账，叫做没有这个女人，我每个月的开支将会更多。所以这个女人哪怕每个月花光了我给她的5000，她都在替我省钱了。我不让你念在夫妻情分上，我让你从钱上感激和念个好，你都感激不了啊！我无话可说。还有，来干嘛呀？这个婚离不起是吧？是我离不起，因为有孩子，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说到这儿来你都没有听明白，是他离不起这个婚。行了，老师们，确实，如果夫妻感情破裂到离婚的时候，只是算经济账，这说明你们的婚姻本身已经过得很悲哀。你刚才指责妻子大手大脚，钱不翼而飞。刚才大家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哪怕他要乱花钱，也是只是一个零头。他真的攒不下钱，恰恰是你现在以此为由把钱捏在手里，这才是不翼而飞。你自己心里明白，你的钱用到哪里去了。这个妻子是有知情权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看不到夫妻之间的信任。妻子确实有很多可能做的不对不好，但是就像他说的，每个节日他都是劳动节，还换不来丈夫一个生日的问候，你说一个女人委不委屈？多想想她的不容易，多想想她的好，我想你可能会改变自己很多的看法和想法。所以今天的主动权在您手里，这个家要不要了？这段婚姻要不要了？我现在就先当兄弟您是误入歧途，被一个人一天到晚吹着一些风，吹的首先我对妻子的品行不相信了，要在家装摄像头。其次我对妻子每个月花那么多钱，我觉得用不完，这个女人一定败家，因为老有一个人跟我讲在家花不了那么多钱的。经不起一个人3番5次天天在耳边这么说呀，说着说着把原本夫妻同心的给说的夫妻分开了。当你对妻子心里有了猜忌和不把自己妻子当成自己人的时候，你的生活完蛋了。
同时，我也不觉得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当你口口声声说我照顾那个女司机主要是因为她便宜，那你把兄弟放哪儿去了？我照顾兄弟的老婆上来一起跑车，居然是为了廉价的剥削她。女司机就不是司机了吗？女司机付出的劳动跟男司机一样的，凭什么不能同工同酬？凭什么熟人就要被你宰熟？所以你所谓的以照顾熟人为理由是托词，所谓的以薪资便宜为理由，实在看出你的人性不咋地。所以这一点我们再放到一边去，请你的妻子下定决心跟他离个婚，因为离个婚之后你将会得到的还有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还的房贷的1/2。所以不只是这一套房子你有一半，还有房贷所有他归还的1/2，其他的可能地你是分不走的，这一些你找律师吧。总之你会发现离婚之后你经济自由成了小富婆，而你的这一位丈夫将可以跟给他吹风的那位女士一起讨论怎么样可以用5000块钱完成老人在养老院和2个孩子的长大。希望到那个时候他自己觉得钱精华。我说完了。我这人不是特别爱抠字眼儿，但是我老能听见一些奇怪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刚才他说了，如果离婚的话，房子不可能给你，对吧？说过吧？孩子也不可能给你。那他这么斤斤计较钱的问题上，他连他妈有病，连儿子有病，女儿上补习班，他都能合理的规避掉个人情绪，大家共情的东西，就坚持说你应该手头有钱。他已经到这个抠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他能让孩子也不给你，这就是很值得深思。如果他兜里要没有钱，他不会这么硬气，那孩子肯定给不了你，所以他兜里肯定有钱。如果他真的觉得你花的多了，养孩子是个负担，养老太太是个负担，就应该是咱俩离婚，孩子归你啊，你当妈的你应该掏钱去养，你兜里肯定有钱。他应该是跟之前的理论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反之，孩子不可能给你，房子也不可能分你，就是意思只要你走了，我这边该有什么有什么，我日子该过过，所以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这是我的补充。好，我说完了。我听到2个字儿，就是冷漠。冷漠的人不配拥有感情，他只配孤家寡人。我相信你跟他分开之后，他也断然不会跟那个女司机在一起。他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管不顾，他怎么可以帮别人去照看别人的孩子呢？不可能。他最在意的只有他自己，这一点连他的母亲都知道。为什么他母亲要让他把钱交给你管？因为他母亲已经发现他的钱在乱花，他在为了自己的私欲在挥霍，花到哪里去不用细说，没有花正当，没有花在这个家里，没有花在婚姻里，这就是事实。离开他你能获得很多，刚才几位老师都已经说了，而你跟他在一起，你只能失去很多。某一天你的所有的价值都被他榨干之后，他会主动的跟你分开，而那会儿你未必能得到比现在还多。孩子教育的不错，女儿很懂事，但在孩子教育里面有他吗？没有。如果让儿子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父亲是如此之冷漠，如果让女儿知道当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如此之绝情的时候，请问这对女儿和儿子的成长有好处吗？尽早做决定吧，离开。张先生还想过吗？张先生，咱说实话，其实他付出了很多，我其实心里也想跟他过的，但是他老就闹，我这次就是想跟他就是因为我有孩子嘛，还有母亲，我还是想你别委屈自己。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为什么一直在问呢？一直在算账，因为其实这个冲突就是来自于钱，对吧？我看了一下年龄哈，就是48岁，正是最焦虑的时候，还能挣多少钱？还能挣几年钱，是吧？有这焦虑吧？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倒算啊？就是大家就有一些老师认为说是因为那个女司机，我相信只是一个层面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原因是现在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好挣，岁数一天一天的增大，
对，这个时候倒回去想，哎呀，我那个时候多攒点钱就好了，是吧，老张？所以才会有这个算。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总是往后算计的话，你的人生没有办法继续的，你得往前算。云女士，我其实也想跟你说几句啊，就我们今天更多的听到的是你的委屈，对吧？但是呢，有多少是被放大的，您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您在嫁给他之前已经是一个药店的店长了，对吧？对，就是你是有一定的经营能力的人，或者叫运营能力的人，或者叫管理能力的人，对吧？这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你现在连离个婚你都敢说我离不起？米娜老师刚才帮你算了，其实你要离的话，离不起的应该是那个先生，而不是你。对啊，对吧？我们从正常人的思维来说，他跑车也不是1、2年了，他也不会因为说某一个人说一句话就在家里装一个摄像头，那是有什么值得你去反思的呢？婚姻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就是一段婚姻走到了这种状态，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都是他的错吗？真的都是他的错吗？冷静去想，去琢磨，然后最后再去做选择。你们可以听听年轻人们的故事。谢谢两位，来，请坐，请坐。我们有请年轻的小朋友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徐19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小徐20岁，来自湖北，学生。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我女朋友就像断了弦的风筝一样，始终让人琢磨不透。我男朋友是一个控制狂，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我。他和陌生男人毫无边界感，多次提醒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他的这种占有欲让我既喜欢又厌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受虐狂。自由职业是啥职业？一般看情况什么都做，兼职。哦，学历是什么？现在是初中。初中学历？对，因为我高中某些原因辍学了。姑娘？我现在是快大4了。我不是学历歧视，一个大学的在校生，一个初中的男生，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啊，咋认识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当时做一个销售的地推，他需要帮人擦鞋子来检验他那个产品比较有效嘛。我就看到他，觉得他跟一般的地推人员不一样，眼神比较澄澈，气质也比较好。我就跟他说，或许他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他应该继续上学去读书，或者去做直播，总之就不要那么辛苦。因为我缠着他说话嘛，然后不想买他的东西，又不想让他没有了提成，我就准备把这几十块然后扫码给他。但是他非要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就在微信上给他了一个礼品卡，本来想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他以后每天都找我聊天，我忽然发现他感觉比较敏锐，所以我也就当时接受了他。但是因为我很小嘛，所以我不会太考虑很多，我本来就以为是一段露水姻缘。叫什么？露水姻缘？对，就是谈不下去了就分手的这种关系。好。这现在呢，露水了多久了？其实是在一起3天之后就改变了啊，因为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什么决定？他当时地推虽然是个销售，但是他能够赚到7、8千块钱，也是不错了。但是他在一起第3天，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了我辞了工作，因为他老板非常的严厉，说必须要删掉我，否则就开除他，因为我是他的顾客嘛。但是他死活不同意，也没有跟我商量。就直接辞了工作，连就是好几万的年终奖都不要了啊！然后也没找到下一份工作，当时也没有存款，因为毁了合约，还欠了老板几千块钱，这些都没有管，就过来找我。本来是我挺感动的，但是接下来的40天内，他都没有找到工作，就凭借着爸妈给他那点钱，还有我的一点存款，然后才把他安置了下来。今天为什么来？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对我的要求过分的严厉，而且不是很听我的沟通。我们每一次在一起之后，他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来查看我的手机。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有很多的异性朋友。我这边就是认为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嘛。然后当时吧，我就其实很抵制这个，我就跟他说要删掉。然后他当时确实删掉了。
后面才知道他是很不情愿的。删掉过后3个月左右吧，他的那个一位异性朋友给他打了电话，但是他没有接，他选择是偷偷的把他的 QQ 加了回来，并且打了很长时间的语音。发现这件事情，我去质问他的时候，他说既然发现了，那就这样吧。然后那一次导致我们真正的第一次分手。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可能不是很在意我吧。他在意这个朋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朋友曾经有问过我关于那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是很好的去回绝了他，所以其实没什么。然后我跟我朋友打语音，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也实际上代表不了什么。他一开始就要求说要删掉他们，其实我觉得很不通人情。我也理解他可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还是照做了，但是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就是一直头发都掉了好多，直到我朋友也很伤心之后，我才加他回来给他解释的。他是让你删除所有的异性朋友，还是让你删除曾经追求过你的异性朋友？包括曾经追求过我的那是一个，还有一起之前在清吧然后聊天的朋友，几乎就是朋友圈列表里会跟我说3句话以上的人。但是他看不出来，其实那些人对他都是有意思的。对他有意思，肯定是有意思。对，他看得出来，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有意思。对，对吧？是吧，女生？对，我觉得可以调节，何况都是多年的朋友。我在意这个，还是觉得他给我的安全感很不足。因为有时候我让他发一些朋友圈吧，就是发一些我们的合照之类，他都不愿意。有些像什么7夕节啊、情人节啊，都要我去强迫发，发完之后他也会找各种理由删掉。因为我可能树敌有一点多，我之前有发过正脸嘛，然后就会被发现过几天之后出现在了违法网站上。我之前有发过自己的行踪，结果果然确实被跟踪了。然后我之前可能比较大条，然后炫耀的比较多，然后外面风言风语也会很多，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去暴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尤其是这种去秀恩爱的信息，我觉得会让朋友圈的众多陌生人感到不爽。朋友圈不是朋友圈，怎么会众多陌生人？是吧？对，因为工作方面还有学习方面加的人比较多吧，但是我跟他之间的。你在做什么工作呀？兼职？有客服，比较简单客服，还有家教，还有陪读。他还是我觉得和陌生男人的边界感比较不清晰。咋理解？就像我们一开始有一次去兼职的时候，第1天，然后因为是分为外面跟里面，他在外面是有个唱歌的地方，然后他其实很想去唱歌，然后让他去跟老板说，然后去找那个老板的时候吧，他就贴人家特别近，就是都快亲上那种地步。然后我回来我质问他，我问他，然后他虽然说第1天跟我说的是他听不清，但是第2天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老板他要拿他身后面桌子上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径直的冲他走过去嘛，贴他特别近，他就不躲开，然后就直勾勾的看着人家。包括后面还有一次他去实习当化妆师，因为是拍电影嘛，然后给那2个男演员化妆。其实他正常的接触给人家扑粉底什么之类的我都不是很在意，但是就在意的是坐在他旁边那么近，就也是贴上了。然后男演员那个方面，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演员也是这样化妆的，但他当时没看到。他在意那个男演员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男演员长得很好看，所以他就是把他就当成了假想敌。实际上我做的是把那个粉底然后蘸在男演员手上，然后因为他手是要这样放的，我希望他这样放手背，所以我就把他手给掰过来了。包括他的脸有的时候因为那个环境很嘈杂，我就直接把他脸扭过来这样化妆。他说是这么说，可是他之前也是异性缘非常的足。包括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谈过多少个，我是后面一个一个逼问，然后才发现他谈过了10个，都是在高一1年的时候。多少？19岁，初中毕业以后就走上社会，已经谈了10个女朋友啊？对，就是他高一下的时候没有开始读书，但就是在整个高一的时候是10个，是吧？但包括网恋，也包括就是在一起几天之后就他甩了人家的这种，而且都是无缝衔接或者脚踩2只船。哇，他这个也不叫恋爱了吧？这就像瞎胡闹嘛。对，他小事上保持得很好，跟我在一起之后确实边界感强了很多。
他要求我做到了，他自己也做到了啊。可是就是在分手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是2个世界的人，我们分手过好多次。哦，为啥？然后都是我提的，因为我就觉得他丝毫不理解我。他当时他是觉得很受伤，他就又去加了一些穿着暴露的女性的微信和联系方式。是说分手之后他就去加是吗？对对对，但是也没正常说分手，就是我讲话比较严厉，就说以后少见面这样子，他就会这么去做。我第一次发现，我就去问他说，然后他责怪我说，还不是因为你不够爱我，只要你够爱我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让理智这个方面特别的少，对我的依赖特别的重。确实是分手之后，每次都是他甩我，然后就觉得挺难受的，就想去找一些人聊聊天之类的。就是反正在你的世界里你是不能寂寞的，对吧？不能独处，身边总得有一个人。女生今年大4了是吧？是。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规划吗？我的规划是想自己攒钱，然后再出国留学，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家里面人支持吗？不支持，希望是考研保研。所以今天来是分手的是吧？也并不是，因为那是干嘛？你要出国，你去吗，小伙子？我是考虑去，也是出国，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在国内一起出国是吧？对，这些都是后话了，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咱们就说前话吧。今天来的问题是啥？我们就想听听。就是他有时候管得比较严，因为异性这个方面的话，最后我还是把这个朋友加回来了，还是完满解决了。他后面也没有再多要求，主要就是因为他全身上下的爱比较多，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压力过载。我就希望他能把他的重心放在他的，就是弥补我和他之间的世俗差距上。对，但是他对我的依赖好像太重了。嗨，你就直接说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呗。对，要求什么文凭啊？那我说他不听啊。你就说要求什么文凭？我觉得这个看得过去的就行。看得过去是？本科吧就行了。你这么在意学历，首先你学历比他高，你是想你的男朋友或者你未来的老公跟你的朋友见面的时候说他是初中毕业，你觉得没有面子吗？也不是，我是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父母绝对不会接受他。对，你肯定是因为有原因在意学历，你才想强调让他去考这个学历，对吧？是。但如果现在他也就这样了，就这个学历了，但是他每个月能月收入1万到2万，你还在意学历吗？我不在意。这个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看起来一个是受到了本科教育，一个只是初中教育，对吧？但是为什么就能燃起了爱的火花，并且还爱的这个不亦乐乎的啊？说明在认知在一个维度里，你没有比他高多少，你的认知也就是他现在一个初中毕业的一个认知。我没有对任何的学历有任何的歧视，我说的对吧？你所谓的控制，什么叫控制啊？那就是他的认知，他认为爱情就应该是他认为的那个样子。来吧，这年轻人怎么办呀？有时候确实，男生的恋爱脑一发作，他会比女生还要疯狂。当时男生就是恋爱脑发作，我辞掉已经有7、8千收入的工作，我为了这个女生，我宁愿选择这个女生，我也不要这一份工作。好，这一份恋爱脑感动了你，所以他们2个人走在一起，我认为是因为感动走在一起，而并不是感情走在一起。所以男生放弃任何的占有欲和控制欲都是徒劳的。你现在要做的是真真切切的去提升自己。所以我建议你争口气，自己去提升自己，然后再恋爱。你现在恕我直言还没有资格恋爱，因为女生会看不起你。谢谢。我是觉得女孩就是在玩一个养成游戏，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就像是在游戏里头遇到了一个路人，仿佛有潜力，我培养一下，看看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他自己的潜力，能不能够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有一定的自卑倾向，每次表白都失败，所以我会选一个自己爱我的，所以我会愿意去牺牲，但是我希望这个牺牲是短暂的，而不是没有尽头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自个儿受过一些感情的挫折，所以想我换一个赛道吧，找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也许不会让我受伤，并且也许他现在看上去弱，只是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如果我在旁边给他一点引领，就像我刚刚说的养成游戏一样，只要我用对了方法，也许他就是一块玉，他能够有一天散发出来他自己的光辉。可是你努力了一阵儿，你发现不行。这个其实就是认清自个儿的一个过程吧，你就应该振臂高飞，你就应该告诉他，我们俩确实不合适，努力过，尝试过，不合适，所以果断一点吧，不要再抱有任何期待，也更不要说什么他必须得提高什么这一些话了，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小男孩来讲，该为自己做点什么了。想证明自己真的是一个男子汉，想证明自己曾经活得还不错，想好给未来会成为你的前女友的这个女孩看的话，都请你分手之后老老实实的学技术，成为有学识的人。学历不重要，但能力真的很重要。趁着年轻分开试试吧。对，趁着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你说我树敌太多呀，我之前很复杂怎么着，所以我不想把它晒到朋友圈里。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理由跟借口。反正我们可能因为相对年纪大一些啊，我一听这个借口就非常的敷衍。不是敷衍，因为我有发抖音，因为抖音上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就是不想发朋友圈。那你的朋友圈还存在它干嘛呢？你是在里边能获利吗？没有。你又不获利，你又觉得这帮人危险。然后你还不删，我还要存在这个朋友圈，我不明白，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我不想深聊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东西，所以我说嘛，你们俩人适当的分开吧。你追求你的性感姐姐去，你追求你的社会朋友去，因为你们的眼界是不同的。虽然我这话很难听，但是没准兜兜转转，保不齐后来俩人还能在一块儿嘛，对吧？我说完了。徐总，也许世俗，你刚才用到的词哈，越反对你们或越不看好你们。你们可能越会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你们俩特别像，你们俩是一类人，你们俩都缺乏安全感，都缺乏自信，因为不安全，因为不自信，所以敏感，甚至于觉得很多人都会针对我。一个有力量的人，无论男女，是不会担心别人对我怎么样，轻易对我怎么样。也会有一个适度的一个社交距离，我不会让你靠近我。女生啊，你一直跟她说感情你们是有链接的，的确有，因为你可以帮她，你觉得我的出现对你可能是一种救赎，我是你的导师，你在付出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开心，因为你能在她身上体现到你的价值。男生为了和女生在一起，放弃了对你非常重要的工作，对吧？你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不考虑后果，因为你感觉到在她身边你能够踏实，所以你们俩在一起。但是你们俩可能看不了更远，因为你们之间势必会发生很多的冲突。但如果你们过于的靠近，你们会彼此把对方往下拉。所以说不要这么紧密的，你们可以分离一段时间，甚至于我倒建议女生可以出国，然后经历过一段异地恋，再看你们的感情真是你们想的那样成熟，经得起考验吗？好吗？就这样。看起来毫无相关哈，一个结婚16年，一双儿女，年纪轻轻很小，共性特别的大，就是在这两段关系里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一些东西。拧巴在什么？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你们有想过给对方什么了吗？全是在要。女生你要什么呀？要爱，还有一定的空间。什么是爱呀？理解我，尊重我。这怎么就理解你了呀？没法理解。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就不需要他来管。我有病啊！我管你。对，因为我们俩之间有关系，所以我是关心你，这就叫拧巴。打一电话，相爱的人是他关心我来问我了，不爱的人是怎么又查岗，
又管我，监控我，跟那不是一样的吗？所以自私和拧巴就摆在了这两段情感关系里面，你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太对了，分手是一定的，只是什么时候分，对，以什么样的方式分，什么时候你们俩之间那个吸引彼此那个荷尔蒙耗尽了，就是你们俩的分手之日。现在可能还有一点，那就接着去耗。行了，谢谢两对嘉宾啊，希望我们的话，你们之间自己的话，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示，好吗？来，请回，考虑一下怎么去做选择，好吗？来吧，预测一下这对夫妻。这个还真很难预测。我觉得简单，我从内心来说是希望他们出来，但是今天丈夫凝重的表情，我认为选肯定出来。米娜老师，他们的未来估计是出来貌合神离的艰难相守。你都预测未来了，超纲了啊，学会抢答了。曹老师啊，出来，曲总肯定出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哟，很棒啊，没输，没有呀，我对了呀。哎呦，很棒，没有呀，这意外，因为厉害的丈夫自始至终那个凝重的表情，他一直在挣扎的结果肯定不出来呀。都在算，我猜是妻子做的决定，丈夫做的决定。这个里面就是都在算嘛，算我得到了多少。对，好了，祝他们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接下来我们预测一下这对小情侣，这个我觉得才难预测。对，我认为这一对同样是疗愈不了的，所以明白一点，今天就不出来了。即便今天出来，明天也要回去。你别两头堵，说一个，不出来，不出来，出来，他们将会有漫长的告别，但不在今天。什么？出来啊！出来！你们应该说不出来，他就能出来；你们说出来，他有可能就不出来。年轻人愿意较劲，又只有我一个说不出来。对，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看。看不出来，你说。你看，没有。你看，出来了，漫长的告别不在今天。继续纠结，拥抱一下，来，见证一下他们的浪漫时刻。多抱一会儿。这4个字儿，年轻真好，容错空间大。对，来，请回。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了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